大家好，我是邱平。我现在在江西的一个大山里面。我们平时看火车站，一般都在城市嘛，特别是高铁站或者老的火车站，都在城市或者城市的边缘。而在江西呢，这个大山深处啊，也有一个火车站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就来看一看。可以看到这边铁轨特别多。这里是一个站呐，就是一个小的客运站。我们经常熟知的铁路线路有京九线、京广线，而这条铁路线路呢，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过，叫做向乐线，是江西省内的一条线，是从南昌向塘到江西抚州的乐安呢。它这个是1965年3月份建成通车，大概全长是123公里，从南昌、丰城、临川、抚州、崇仁、乐安6那个县市过啊。它主要是干嘛用的呢？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为了一座工厂，为了一座那个企业，基本上这样建立的。这个附近呢，在整个这个大山深处呢，有一座当时叫做矿产企业，叫做721。等一下我们详细去看一下。那整个这条线基本上是为了这条企业服务的。我们现在是已经走在这个铁轨线路上面了。我看了一下，这个铁轨还挺新的，包括这些石头，我都感觉可能这个没多久啊，这个火车路过。当然了，这个火车现在来可能也能通过。这个铁路直到那个2013年才正式停运呢。它最开始是客运、货运一起的，然后后面由于这个企业呢慢慢搬迁，所以这个火车线路啊就改成货运了。13年彻底停运了。前面这栋房子很有意思啊，大家看看是什么呢？江边村站货运室，这个就是可能是那个要拉货的，在这里协调吧，工作人员的地方。货运站，然后前面就是站台。一般火车嘛，线路都有货运的、客运的。这个可能从13年之后开始就没有用了。8点到晚上5点半，双休日、节假日照常营业。我们沿着这样火车轨道的线路行走一段时间了。它这里可以看到轨道是很多，因为它这里是进站、出站的地方嘛。然后过去之后就不是了，是单轨铁路了。这个地方啊非常大呀，这里好几个村落都是属于这个矿的一些当时的所有地区，所以这些矿啊是很多人几十年的回忆啊。等一下我们再去那个矿企业的生活区直接走一走，因为基本上搬迁了嘛。这个江边村，它这个叫江边村火车站，当年这个地方呢人那个还挺多的。像旁边那些啊，就是一些厂房，可以看到这些房子，大家发现没有，都比较旧一点的。其实我们说了，这种矿啊，企业等于像就是以前我们熟知的那个三线工厂一样的。这个地方呢，就当年那个出站进站的地方，旁边还有一个车站那个饭馆，就是可能当年的站呢，站台就在这个地方，可能是那时候铁路线上面的用这东西。等一下我们再近距离看一下它这个铁路当年是怎么并轨的。走，然后往前面那一点呢，最后2公里，刚才说了，就是厂区的内部运输线路。真正的火车，如果说来这里上班或者出去的，火车站终点就在这个刚才那个地方。看到没有？这边的轨道啊又不一样了。前面看到的是水泥，它这里是木头。早期的铁路线路啊，下面那个我们说的枕木一样的，它都是木头的。只是后面随着铁路线路的发展，就变成我们说的水泥这些制作而成的。这是提醒的信号灯。像下面这些建筑啊，都是当年厂区的一些建筑。这个厂特别大，分了好几个区域。我们平时看三线工厂，可能都是集中在一个区域。它这里呢，听旁边的人说，好几公里啊，都是有那个人居住生活的。那个是什么？大家说那个是不是水塔？感觉像不像水塔呀？从这里基本上铁路线路就
出站完成了，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，就变成一条轨道了。啊，这个地方是可以变轨的。等一下在远处我们看一下它那个变轨是怎么样的，整个都有操作的。这些都是当年的一些厂房啊，浓浓的那个时代的色彩，几十年的房子啊，基本都是这样的，跟我们现在建的厂房完全是不一样的。这一块啊，当年都是啊，这里就是进入厂区的那个线路啊，从那个客运站过来，我们这样看看。那个站就是在那边，然后站台过来就是继续就是厂区的线路。这个房子啊，应该是当年工作人员的。大家经常坐火车、高铁，但是真正在铁轨上面走的话，机会是少之又少。因为这个地方现在是基本上废弃了嘛，没人走，所以我们可能走上去。平时的话，我在南京走过一次，也是在废弃的。你平时在运行的线路是肯定找不到的。看看这里有很多灯光啊，前面那里有一个灯，还写着啊，是不是2秒？在那个地方呢，还有那个变轨，怎么变轨？我们去看一下。前段时间大家看一个电影啊，就是有很多老鼠的那个，不是有一个人推着变轨吗？这里其实也差不多。看看这个。这个是不是那个像仓库一样的，很有意思啊？其实我挺喜欢火车这些地方的，在大山深处能够一个火车站，就证明啊，我们国家那个建设确实厉害。这个是60年代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山村里面，能够建一个火车站，把铁轨铺进来，这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那个时候建设铁路线路跟现在不一样。我们说那个时候，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经常说看那些修建大坝、水库一样的，都是用肩扛那个铁锹弄出来的，这个也是相当一样的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有变轨的东西。我们看，我们现在这个脚下这里是一条线路一样，到前面就可以变换成2条线路。那是怎么弄的呢？如果是现在这样整长走的话，现在这个地方不变的话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往前走，那就变成这条线路过去，这样过去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我估计啊，你看那个地方有手压着，可能一压一推就把这个推到这边来了。所以呢，推到这边来，可能轨道就往这条线路走。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估计是这样的。这个就是工具，有点像液压的感觉一样啊。我是猜的，不是大家懂得了哈，可以在评论里面说一下。所以铁路，绿皮车是怎么变轨的？这个我们就现在知道了，这个谜底已经揭开了。在这个地方看一下，我估计啊是手动操作的。您看看，这个还有个像我们这样压下去的，然后压下去推过去的。最近看那个电视应该也能看得到。跟高铁现在应该是自动的吧？这个时候60年代应该那个时候估计不是自动的啊。这样近距离看一下，推下来，这样可能慢慢过去的。靠到这边，然后车呢就往这里过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前面那个地方也有，我们再去前面看一下，也是一样的。看看这里一条铁轨，就是一个线路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轨道，等一下会合并成一根轨道。看看这个地方，我们现在打个比方说，从这条轨道一直过去，那要并到这个主干道去，那怎么变呢？到前面那里也是一样的，对，到这里了。慢慢的，你看看，就过去了。在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推的。大家说是不是一样的？所以这个挺好玩的，也是一种技术的体现呐。那个时候在这个地方修建完成确实不容易。我们看一下。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压，你看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这样手压着的？压着可能就产生我们说液压一样的。我估计一按了哈，然后就把那个往这边推或者往那边推，就是合并轨了。大家说是不是？
所以这个谜底啊，就跟我们说在重庆火车怎么掉头揭秘了。这里呢，火车怎么变轨？火车跟飞机一样的，它怎么走都是由调度指令的，就是走哪条轨道。就我们说经常在坐高铁或者坐绿皮车，在火车站哪个站台，这个是不由司机决定的，是由调度安排你从哪边进出。就打个比方说，从这里。打个比方，从那边过来哈，那调度安排你是继续走这边线路呢，还是走左边，还是走右边？这里我们到了这里可以看到嘛，等于是3条线路是由调度安排到哪一边的。前面也有，特别是这种变轨的方式啊，2条线路变成1根线路的话，基本都有那个变轨的操作。前面这里也能够看到，在这个地方短短的大概100米之间，我们就看到3个这样操作的。哇，这个木头整木呢，太久了，有点滑。看这里也是一样的。最后看一下，前面也看到有小孩在那个轨道上游玩了。到这里呢，基本上变轨就最后一个操作了。从这里过去就变成我们说的那个出站了。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，都是石头的啊，不，木头的。它每个这个变轨的方式都有个灯在提醒，然后有一个那个压的设备，那个设备叫什么我就不太懂了。